有没有人啊？有没有人啊？有没有人啊？把我绑在这3天3夜，你们是谁啊？有没有人啊？小沈，我快渴死了，你给我点水吧。小沈，你们绑我到这里来有何贵干？只要你们放我走，我家里万贯钱财全都是你们的。我伯父手下的崔家军号称地圣军，所以是你。崔林，你没有死。我不是崔林。阿离，你没死真是太好了。阿离，你没死真的太好了。我都跟你说过了，不是崔林。是，不，你不是崔林，你不是崔林。我叫柳成风，你记住了？记住了。柳成风，柳公子，柳成风，柳公子，柳公子。我求求你，我真的什么都愿意做，柳公子。柳公子，你相信我，只要放我一条生路。柳公子。技术人，你不是崔林，你绝对不是崔林。我们崔家与技术人有世代的血海深仇，任何一个姓崔的人都绝不可能结交技术人。对，我是柳成风，不是崔林。知道你刚才吃的是什么吗？是结硕巫医精心制作的毒丸。如果你不乖乖的听话，没有及时服下解药，你就会爆血而死。柳公子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，只要你放我一条生路，我什么都愿意干。柳公子，我什么都愿意干，我真的什么都愿意干的。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按照我的吩咐去做，我自然会给你解药。多谢柳公子，多谢柳公子，多谢柳公子。老子，这是我从山上专门给你摘的。真不错，闻起来可真香。哦对，石七郎怎么样了？别提了，大将军啊，把他从牢里放出来了。我依照军规，先打了他30鞭子。什么？30鞭子？要不怎么说你们家秦王可真是条好汉，被打成那个样子了，也不肯开口向大将军求饶一句。他这个人啊，是这个样子，到死都不会服软。其实我们家大将军也是个嘴硬心软的，但凡秦王肯开口说几句软话，也不至于被打得那么惨。这都是你辛苦摘的，你也吃一个。哦，没事，你喜欢吃就多吃一点，我吃这个就行了。行。原来如此。什么原来如此啊？原来你们崔家军上上下下都一样，都是嘴硬心软。我凶得很呢。好好，你凶。
大将军，前方战场已经清扫干净，俘虏刚带回来，正在清点盘查。阿英啊，阿爹是不是不该这样？阿爹，您怎么了？你刚出生，我就报给朝廷，说你是个男孩子。长大后，柳成风顶替崔林的名字，成了我的儿子。你一个姑娘家，成天鞍前马后的跟着我在外头打仗，将来真要替你招赘夫婿啊！肯入赘的男子，必然有这样和那样的毛病。别说你，阿爹都看不上。阿爹，您说什么呢？我喜欢打仗，我喜欢这么活着。天下男儿那么多，他们能做的事情，我样样都能做。我干嘛还要嫁人呢？一个姑娘家，总是要嫁人生子的。其实，凤儿也挺好。我看她……阿爹啊，天下那么大，如此辽阔，好多地方我都还没有去过，很多事情我也都想见识见识。如果说嫁人生子是其中一种见识的话，没有他又有何妨呢？他不过就是成千上万中的其中一种罢了。阿爹总有一天会老，会离开你，到时候你孤零零一个人，我有什么颜面去地底下见你阿娘？阿爹，这辈子我活得十分开心快活。等100年之后，您见了我阿娘，就告诉阿娘，这是我最喜欢的活法。我想阿娘知道了，她会开心的。还有什么事情比自己的女儿开心快活更圆满的呢？大将军，派出去的探子小队发现可疑之人，追踪下去，发现是崔离的踪迹。此事先不要让何校尉知道，点上人马，我亲自去。是，大将军。刘公子，一会儿崔乙来了，你该说什么，记得吗？我记得，刘公子，我记得。刘公子，要是我配合你演好这场戏，你是不是就能把解药给我，解我身上这毒？刘公子，您放心，我一定配合演好这场戏，我一定配合，一定配合。报！大将军，四面已经合围，崔离带人逃入了树林之中。给我围严实了，绝不能让他溜走。是。别过来！都别过来！再过来我杀了他！别过来！退后！退后！撤！撤！伙夫，别动！伯父，我是被逼的，伯父。放开他！伯父，我是身不由己啊！别过来，伯父！你不要逼我！放下剑！你还是我崔家子侄，否则家规军法都难饶你一死。伯父，侄儿也是逼不得已的，我都是被李逆逼的。我不杀阿林，他就要杀我，
所以我才设计把阿离逼到了河中。不过等他们人马一走，我就立马从下游把阿离救了起来，还给他疗伤。伯父，伯父！放开他！伯父，你不要逼侄儿！放！我赢了，我赢了！阿爹，你为什么总是让我练这个呀？因为你是阿爹的女儿啊，皆属凶残。若是有一日挟持了你，阿爹希望张弓搭箭，能救下你。过来。阿爹也让我练吗？那当然了，你也是阿爹的儿子，只要你想练，阿爹就陪你练。谢谢阿爹，谢谢阿爹。谢什么？来，阿爹教你。放！松绑！是。我说过了，放下剑，依家规军法还可以饶你一命。你不肯，就不能不依军法处置。你刚说什么？殿下，要不还是我来吧。快忙去吧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这个汤费力溢出来的。可是他那个哎，火……桃子，过来过来。不是我，不许挠！再挠，你的伤口就该不好了。那你又不替我涂药，我自己又够不到，当然会痒了。那还不是要给你教训，看你下次还敢不敢？还有下次啊？哼，难说。你这么笨，想必我阿爹看着你就生气，说不定下次还要打你。下次打我再说吧。我觉得呀，这个汤快好了。你试一试啊。挑个大的，枸杞，还有枣，好了，尝一尝。怎么样？甜不甜？还可以。那你让我尝尝甜不甜呗？还有那么多呢，你自己咬啊。那药苦不苦，我可是替你先尝了。这汤甜不甜，不能也让我尝一尝吗？让我尝尝。
到房中来。公子，公子醒了。哎呦，我没有在做梦吧？我还能活着回来见你。哎呀，公子能安然无恙的回来，我们都十分欢喜呢。太好了，阿英，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。阿爹，别起来，你得静养。阿爹，啊，阿树也被崔离抓走了，不知被崔离关在了何处。知道，他也被救了回来。多谢阿爹。哎，你是阿爹的儿子，为何如此生分了？可能是劫后余生，有些恍惚，总以为自己还在做梦吧。从小你身子就弱，刚才大夫来给你诊脉，说你的脉象倒比从前健忘了，说不定这一劫过去呢，以后就好了。是，但愿如此。殿下这是要杀人吗？你要再不回来，我可真要大开杀戒了。我的兄长大难不死，好不容易才把他救回来，我难道不应该去看看？他要真是你的兄长，那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。可他分明就不是，你还亲手给他磨了一套旗子，手指都磨破了，口口声声叫他兄长，怎么他没有名字吗？他真名叫做柳成风，虽然不姓崔，但他真的是我的兄长。反正我不喜欢他。这个人无信无义，当初卖了潼关，害我镇西军死了这么多兄弟。更何况，你还因为我没能及时救他，跟我大闹了一场脾气。你从来不会因为别人对我那样。他一回来你就去看他，还看了半天，就算是真兄长，也过分了吧？这么小气啊？那今天晚上我让厨房送一坛醋来好了，让你慢慢饮。甜汤那次你还欠着我呢，怎么让我喝醋啊？行，那我就喝一口喂你一口，大家一起酸掉牙好了。等会儿崔大将军来了就没机会了。公子妙计，崔离果然死有余辜。他害死了我那么多将士，还害死了阿醒。我早就想杀了他了。留到如今，不过是物尽其用。公子，李逆到府中了。是吗？公子使何校尉中毒，引得李逆来府里，可没想到，大将军竟然让他去照顾校尉。公子，大将军这是要答应将校尉许配给李逆吗？所有不让我娶阿颖的人，都得死。既然李逆如愿送上门来，那就让他先死好了。阿爹，您找我？
凤儿，走吧。阿爹，您突然这样叫我，我倒有些不习惯了。凤儿啊，自从你重伤落水，阿爹派了很多人寻了你很久，怎么都寻不到。一度也以为你遭遇不测。后来阿爹和阿莹一起去你的医馆冢前祭你，我想了很多。从前是阿爹太自私了，虽然小时候也问过你，愿不愿意做阿爹的儿子，但那时候你还不懂事儿，有些话你还不懂。阿爹，我想好了，让你改回柳成风的名字，但你依旧是阿爹的儿子。我会对所有人说，你是我的义子。阿爹，您这是让我认祖归宗吗？如今阿莹也大了，她生性任性，将来是不用我管的。你从小就在我们家里长大，我是真心把你当作儿子看待。我想让你认祖归宗，然后让媒人给你好好物色，找一个贤德的娘子，再生得几个孩子，这样你们柳家也算是后继有人了。阿爹，您这是不要儿子了吗？你虽然改回姓柳，但你依旧是阿爹的儿子。阿爹，谢谢。阿爹，该喝药了。今日怎么是你拿药羹来啊？服侍阿爹本来就是生我儿子应该做的嘛。自从上次我落水受了重伤以后，让阿爹操碎了心。阿爹还替我着想，让我认祖归宗，我心里真的很感念。我虽然是明灵之子，但是在我心里，阿爹，您永远都是我的亲生父亲。所以这些小事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以后啊，我更要好好的服侍阿爹才是。你伤病初愈，回来还没几天，也得注意调养。回头我让桃子再给你诊诊脉，开些滋补方子。多谢阿爹。来，阿爹喝药吧，小心烫。李逆，见过大将军。秦王找我何事？李逆，想与大将军商议常州一事。常州已是我崔家军的常州。秦王想要回常州，不如战场上见真章。大将军此言差矣。原本是李逆写信，相请崔家军解常州燃眉之急。如今大将军驻扎常州，李逆虽领兵而来，但并不愿与大将军兵戎相见。是吗？大将军，大将军，大将军，大将军！别放走了贼人，就是他害了大将军。说，
你到底使了什么毒计，害了我们大将军？我说过了，我正与你们大将军说话，他就忽然吐血倒下，我这才急匆匆出来叫人。我若心怀不轨，为何还要出来叫人？哼，你是明知道逃不掉，所以才不逃吧？调弓弩手来，别让他逃了。若是阿爹遭遇了不测，就杀了他。大将军，大将军，怎么样，桃子？大将军，大将军，大将军。杀了他，为阿爹报仇！前慢！大将军遇刺一事还没有弄清楚，到底是毒还是别的都未确认。这个人不能杀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要袒护他？我不是袒护他。阿爹已经奄奄一息，你这是被鬼迷了心窍。秦王是不会害大将军的。为了长征，这个秦王什么事做不出来？此人诡计多端。如果不杀了他，他就会逃脱的。放箭！住手！放了他！放他走！你竟然如此对我，何校尉，你是要做反吗？放了他！放他走！他已经走了，以他的能耐，我8成是追不上他。你还要拿刀架在我的脖子上吗？来人！校尉受人蒙蔽，放走嫌犯，将他押进水牢。公子，大将军危在旦夕，有什么处罚，公子暂且记下，还是让我先照顾大将军吧。你还知道大将军危在旦夕？押下去！带走！公子，大将军像是中毒了，校尉也是一时心急，要不让他留下来吧？闭嘴！公子，来人！公子，把桃子也带下去关起来，静候发落。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！石七郎呢？他已经脱身了。那何校尉呢？校尉现在被重兵关押，暂时救不出。我们先撤。走。公子，何校尉带到了。是。
你受委屈了，但今日你当着众人的面拿刀胁迫我，无论如何，我必须对你有所处罚。公子不必巧舌如簧，变故猝起突然，公子就是想趁机除掉李逆吧？阿莹，你为何如此相信李逆？他为了常州谋害阿爹，事实已经清清楚楚地摆在眼前，你为何不肯相信？事实何为事实？李逆为何要谋害阿爹？他就是为了要夺回常州。一应细节，我已经命人细细查问了。可是李逆的嫌疑明明最大，你不能因为袒护他而放了他。阿莹，我们不说这些话了，好不好？你还没有吃东西呢，我命人做了你爱吃的菜，你先吃一点。我要去看阿爹。阿莹，你把饭吃了，我就陪你去。你如此忧心阿爹，整日不眠不休，茶饭不思。若是阿爹知道了的话，也会忧心的，对不对？公子，你们先下去吧。公子，何校尉他无妨。校尉是被人蒙蔽，如今已深悔，自己错了。下去吧。是是。阿爹，无论是谁把你害成这样，我都一定会查明真相，为您报仇。让我留下来照顾阿爹吧。不行。阿莹，阿爹出了这样的事，我们大家都很难过，又十分警惕，只怕还有人想对父帅不利，所以才定下了轮流值守之策。阿莹，你先回房去，好好睡一觉。明天一早，我再带你过来看父帅。你说话算数吗？我当然说话算数了。我觉得咱们不如直接杀进长州城，抢了崔大将军出来，然后好好救治，再跟那些人说，这个崔大将军不是你害的。傻呀你！咱要真这么干了，那是不是得先打常州？那打了常州，石七郎他有嘴都说不清了，到时候崔家军定然视咱们为死敌啊！石七郎，桃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家校尉呢？他怎么样？校尉被关起来了，公子派了重兵把守，他还想要把我也关起来。我想了想，就先脱身，和耳朵一起过来，想着先跟你们会合，看看有没有办法能查清此事。崔大将军到底被谁谋害？他是受了内伤，还是中了毒？他8成是中了毒。中了什么毒？匆匆忙忙的，还没有诊治清楚，公子就派人把我押走了。阿莹，阿爹出事之前，曾找我谈过心，说让我认祖归宗，改回柳成风这个名字。他还说，我仍旧是他的儿子。阿爹跟你说过此事吗？起初，阿爹以为你死了，
伤心万分。确实跟我说过，觉得这么多年以来，一直让你顶着崔林这个名字，对不起你，也十分后悔，没能让你做回自己。这次阿爹也跟我提到了，阿爹还说，让我改回柳成风这个身份之后，与你成亲。阿爹还说了，若是我们能生得几个孩子，长子就姓柳，其他的孩子就姓崔，这样不仅我们柳家后继有人，崔家也有了。阿英，阿爹这样一心一意为我们打算，只可惜他老人家还没有将此事办妥，就被林毅给暗算了。公子，阿爹当真这样说过吗？当然。阿英，我们两个人拜堂成亲吧，这样你就是我的妻子。上次你胁迫我一事，军中就再也没有人敢说三道四了。而且我们两个人成亲之后，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照顾阿爹了。阿爹如今人事不省，危在旦夕，你居然要和我成亲？万一阿爹一高兴，就好起来了呢？阿爹如此安排，阿英，你不愿意吗？我不愿意。阿爹是不会做如此安排的。你若是不信，可以等阿爹醒来，你亲自问他。我说过了，阿爹是不会做这样的安排的。你最近日夜忧心阿爹的身体，忧心的都傻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们的婚事我自会好好安排。你唯一要做的，就是等着做新娘子。好好看着校尉，不能让他踏出房门半步。调弓弩手来，重兵严守这个院子。我连一只苍蝇都不想看见。是是。新娘子，如今吉时将近，咱们还是速速装扮起来吧。柳成风呢？叫他进来。新娘子，今是大喜的日子，您这马上要嫁给崔公子了，这是天大的福分呐！去把崔公子叫进来，我有话问他，不然今天这个亲是绝对结不成。新娘子，叫他进来。是。恭喜恭喜！阿英，你怎么还不装扮起来啊？误了吉时，可就不好了。是你，是你，对不对？你到底给阿爹下了什么毒？你看你，你这是欢喜疯了，怎会开始胡言乱语了呢？
久前我在常州遇刺，有人冒充你引我出来，但是只想掳走我，不想伤我性命。当时我就觉得蹊跷，引我上钩的人就是你，对不对？刺客也是你指使的，对不对？阿英，不要再说胡话了。我从10几岁以来，就一直盼着有这一天。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，你马上就会成为我的新娘子。待我们成亲以后，我一定会好好对你，也会去杀了李密，给阿爹报仇。给阿爹报仇？刘成风，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就是你给阿爹下的毒，是不是？阿爹一直把你当做自己亲生的儿子，我也从小把你当做兄长一般。你到底是有多狠的心，才能下得去这样的毒手？阿英，你看，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簪子，今日终于有机会把它作为定情信物送给你了。拿开！阿英，你可不要乱动啊，我怕我会伤着你。万一你受了伤，阿爹知道了，他老人家有什么不测怎么办？你居然敢拿阿爹威胁我！只要你乖乖与我成亲，阿爹就会高兴。若是因为阿爹担忧你，阿爹有什么不测的话，你给我滚！阿英，你再好好休息一会儿，我还要请阿爹出来，亲自见证我们拜堂成亲。你敢动阿爹半分试试？阿英，只要你乖乖与我成亲，阿爹就一定会好好的。来人！奴婢在。给校尉整理好衣冠，等吉时一到，就带他去洗堂。是。恭喜公子！今日定要不醉不归。可惜大将军身子尚未痊愈，不然便是双喜临门呐。阿爹，今日是我和阿莹成亲的日子。您看看这满院的宾客，都是来祝贺我们的。阿爹，虽然您还病着，但是儿子还是想让您亲眼见证我们的喜事。阿爹，我做您的儿子20余年，您从未亲口答应让我娶阿莹，所以我就只能
自己靠自己，才能得偿所愿。阿爹，今日抬你出来，就是想让你亲眼看一看。如今，崔家军是我的，你的宝贝女儿也是我的。阿爹，从今往后，我会好好继承您打下的基业，也会好好守护您的宝贝女儿。阿叔。这杯酒，儿子敬您。喝完这一杯，儿子就要和阿莹拜堂成亲了。来，阿爹，这杯酒，儿子敬您。喝完这一杯，儿子就要和阿莹拜堂成亲了。来，大将军醒了，醒了，将军。来人，将这逆子绑起来！将军，副帅余毒未解，神志不清。来人，把他送回屋内。公子，公子。逆子，老夫万万没想到，竟有一日养虎为患。大将军小心！大将军，公子，这是为什么呀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是公子，这是大将军啊，公子。大将军神志不清，快夺了他的兵刃，以免他伤了自己。就凭你们，这是大将军啊！大将军小心啊！大将军！大将军！谁敢伤害大将军？小心啊！一会儿还要拜堂成亲，别伤了我的娘子。谁是你的娘子？阿拓，住手啊！
解说人。公子居然借着成亲把接说人混进来了，枉我们如此信任他。公子，你别想着地抹油啊！石七郎都说了，他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崔公子，他叫柳成风。大哥叫崔公子也没错呀，他现在不还是假冒崔公子？但他叫柳成风，崔公子，柳成风，崔公子。你竟然勾结接说人，你这是将我们崔家的血海深仇抛诸脑后吗？崔隐，事到如今，你又何必给我上演这种父慈子孝的戏码？我问你，你有曾真心过吗？你有曾真心把我当成你的亲生儿子吗？你不过是利用我。你们崔家和接说的血海深仇，与我有何干？好，我崔乙并没有儿子，我只有一个女儿。阿英，你的身份也无需隐瞒了。诸位，这是我的女儿，她才是真正的崔林。她一直以崔林的身份在军中，我也一直把她视作亲生儿子。今日他既然引入外敌，不愿再做我的儿子，那我崔乙只有一个女儿了。崔林是我崔乙的独生女儿，但她胜过世间万千男子。刘成风，既然你勾结劫硕给我下毒，背逆人伦，引入外敌，不忠不义不孝，如今事已败露，你还不束手就擒？你以为你今天能抓住我吗？这些箭头上有蓝光，想必是涂有毒药的。李逆，你被身份所拘，无法带大军进城。就凭你们几个，哼，能抓住我吗？我要杀了你这个叛贼！阿爹，大将军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放心，城外有镇西军在。今日再战，必定是两败俱伤。放柳成风走。滚！十七郎，你有人马埋伏在城外，柳成风带人出城，你正好接上。
慢点。阿爹，我叫桃子来给您诊脉吧。不用不用，我没事。桃子说了，解药是她自己调的，药效是慢慢解毒，最好不要动武。当我一发现是那逆子，我就忍不住，居然和接硕勾结。他明知道我们崔家跟接硕有血海深仇。哎呀，不知他为何变成如今模样。枉我将他当作亲生儿子这么多年。阿爹，别难过了。阿英，我和你阿娘成亲10几年才有了你，虽是为了避免朝中辖制，再赐我一位夫人，才对外宣称生的是个男孩。但我和你阿娘还有一种私心，就是要将崔家的一切都留给你。只是这世道以男嗣为贵，没有女儿继承家业的先例，尤其是军中更是没有。宣称你是个男子，才能真正的让你拥有崔家的一切。我明白的，阿爹。自我懂事起，您就把这些都清楚明白地告诉过我。这也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我不觉得辛苦。只可惜啊，柳成风也好，崔离也罢，若是能全心地辅佐你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可惜人心殊异，就算我已经有所提防，但一个个最后还是露出了狼子野心。阿爹，您已经为我做的够多的了。阿英，今日把你的身份公之于众，日后怕是会有更多的麻烦找上门来。阿爹知道你聪慧果决，远胜常人，但作为父亲，心中还是忐忑，只怕没有照顾好你，日后有何面目去地底下见你阿娘？阿爹，您不必担心，我可是您的女儿，就算有再多麻烦找上门，又能如何？您的女儿岂是会被世俗拘束之人？说得好，如今是今时不同往日。就算全天下的麻烦都找上门来，你我父女二人又有何惧？就是。别担心了，阿爹。见过大小姐。见过诸位将军。昔日朝中以我无子，非要赐我一位夫人。我与卓京间谍情深，所以生得女儿后，只说生了个儿子。后来朝中时局变幻，就一直没对诸位同袍直言相告。其实崔琳是我的独女。原来如此。大小姐素日在军中，虽托名何校尉，但所作所为，皆是我们亲眼得见。巾帼不让须眉。
我等定然竭力辅佐，绝无二心。请大将军放心。我和小裴将军按照你的吩咐埋伏在城外，果然遇到这个柳成风带着接说人，我们杀了他个措手不及。可气的是，他们的毒药太厉害了，虽然砍了不少人，还是让那个柳成风那家伙给跑了。此人已经丧心病狂，还勾结外敌，接受善于用毒，日后切切小心。是。哎，那不是那个何校尉吗？哦不。是崔家大小姐来了，崔小姐辛苦了，鲍大哥辛苦了。哎呀，都是自己人，替崔小姐杀敌啊！我们镇西居的兄弟们乐意。嘿嘿，哎，那我就先走了啊，你和十七郎慢慢聊啊。嗯，嘿嘿。今日幸亏有你。都是自己人，替崔小姐杀敌，不仅我们镇西军的兄弟乐意，我也乐意。贫嘴！刚才老鲍说，劫杀了不少接说人，不过还是让柳成风给跑了。柳成风居然跟接硕勾结，我们崔家跟接硕世代血海深仇，从此以后，他不是我兄长。而是我们崔家的仇敌。虽然不应该，但也想说，听到这句话心里还是挺舒服的。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你是怎么样发觉阿爹中毒的，又是怎么样察觉柳成风的谋算，跟阿爹约好了里应外合。那日我回到军营之后，琢磨此事，越想越不对，于是便跟桃子潜回府里。想弄清楚大将军到底中的是什么毒。耳朵，处理干净，别让人发现。桃子十分确定，大将军就是中了接硕的毒。巧的是，你也中过接硕的毒，而你当时又看见了柳成风，所以我怀疑，大将军中毒多半与他有关。大将军起初也不愿意相信是他，直到后来，发现真的是他。阿爹真的很伤心。陛下，免礼免礼。皇后，你听说了吗？陛下指的是这个崔乙，全天下都知道他有个儿子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这个儿子不是他的儿子，不是他的儿子。对，他只有一个女儿，从小当作男孩养。他的女儿女扮男装，一直在崔家军中。哎，听说还挺有名的。叫什么何校尉？竟有如此奇事！嗯，哎呀，可是这个崔乙，分明是在欺君。可是朝中的大臣们说，崔乙势大，再加上那个孙敬贼心不死，还盘踞在潼关要害之地，加上如今这个崔乙又抢下了常州。所以这个朝里的群臣们都劝朕，要好好的安抚崔乙。结果朕灵机一动，想出了一个好主意。陛下是想……崔乙他不是没有儿子吗？朕就替他过继一个儿子，那到时候他们崔家就有人承嗣。哎呀，以后崔将军就能为朕所用了。陛下是想让何人去承嗣崔家？所以朕就过来找你啦。朕是想从你的侄子里面挑选一个过继到他们崔家，
陛下，此事怕是不妥。怎么，你是不愿意？啊，并非臣妾不愿，只是陛下且想，崔乙为平凉大将军，崔家军主帅。当年领兵征接硕，妾已听说过崔大将军的威名。这样的人物，如今又在常州不肯退兵，明显是不服朝廷辖管的。此时陛下好心，想替他选个人承嗣，只怕在他眼里，陛下这是想谋夺他崔家产业，想要崔家军的军权。朕就是这么想的。再说了，崔乙他怎么能猜得到呢？崔乙领兵多年，能将女儿充作儿子，教得聪明伶俐，如今又将此事公之于众，如何会有过继的打算？又如何猜不透陛下的真意呀？这可怎么办呢？难道要朕认崔乙的女儿做义女，然后再让她当公主？等她当了公主之后，再给她找一个听话的驸马，是不是这样？崔家军的兵马就能为朕所用了。崔乙此女，既作男儿养，恐怕也不是什么等闲人物。就怕她不愿做公主。连公主都不愿意做，她想做什么呀？啊，妾也只是猜测。陛下若有谋划，不妨遣得力的人去探探这位崔家大小姐的口风，看看她愿不愿意做公主。父亲，坐吧。今日朝中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崔乙的儿子崔林，原来是个女儿。什么？崔乙呢，只生了个女儿，当初却诓骗朝廷，说他生的是个儿子，那便是崔林了。后来他又收了个义子，让这个义子顶着崔林的名字长大。他自己的亲生女儿，却改姓何，在崔家军中也颇有名气，被称作何校尉。原来何校尉是崔乙的女儿，怪不得。父亲，您还记得吗？之前秦王冒险潜入西长京，与您在绸缎庄见面，当时他身边那位就是何校尉，而且那次我们见面也是何校尉替秦王出谋划策的。哦，那个小娘子气质不俗，敏侠机智，令人印象深刻呀。原来她就是崔乙的女儿。王娘啊，为父知道你素来胸有大志，但既然那崔林是崔乙的女儿，只怕秦王未必对她无意呀。父亲，那您会帮助我吗？这么聪明的女儿，我这个当父亲的一定会不遗余力的去帮你的。崔乙的女儿又如何？她的父亲是手握重兵的大将军，我的父亲却是文臣之首。女儿只听说过君主会忌惮手握重兵的边疆大吏，却从来未听说过君主会忌惮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臣。说得好，我就知道我的女儿绝不会逊于崔乙的女儿。小姐，你这样真的很好看。只是我却担心，你平常都在崔家军与南庄市，
猛然一下这样打扮，你说他们会不会不习惯呀？现在阿爹已经告诉了全天下的人，我就是他唯一的女儿。既然这样，那干脆就堂堂正正的，以我本来的面目示人。作为阿爹的女儿，我一定会让他骄傲的。快站起来看看。真好看，还是你选的好，很衬你的肤色。李逆，见过大将军。秦王有何贵干？还是常州之事。李逆想与大将军聊一聊常州。秦王刚刚救了老夫的性命，所以来谢恩求报。不敢。当初是谁传信给我们崔家军，请我们来救裴元的？秦王不会忘了吧？大将军仗义援手，李逆感激不尽。只是时过境迁，大将军占据常州，不仅被朝廷诟病指责，亦得提防孙敬。况且，这常州与洛阳、建州、并州，乃至平凉、瀛州，皆相隔甚远。崔家军被牵制在此，只怕得不偿失。你该不会想说，既然常州这个烫手的山芋我捏在手中无用，不如还给你。大将军，若是以魏阳来换取洛阳与常州呢？秦王所言何意？魏阳虽不归我节制，但魏阳就在平凉左近，军民事务也由我这个平凉大将军管辖。你是打算用我的东西来换我的东西，还以一易二？明正才能言顺。魏阳虽在平凉左近，但朝中在幽州府亦有驻兵。若由朝中下旨，大将军节制平凉、魏阳两府，从此大将军便能名正言顺，总理平凉与魏阳两府事务。崔家军后方亦稳固无虞。大将军意下如何？既然如此，那只要朝中下旨，魏阳教我节制，我便退出常州。但是洛阳，那是万万不可。大将军爽快，李逆虽有为难之处，但也会即刻向朝中请旨，只提常州，不提洛阳。大将军请放心。好，秦王，常州事了，你可以回京都复命了。不瞒大将军，李逆还有一事相求。何事？李逆想请崔小姐领崔家军，与我一起共赴潼关，剿灭孙敬。你还想让我女儿带兵跟你一起去打孙敬？秦王，你这如意算盘未免也打得太响了吧？孙敬一日不处，不仅是朝廷的心腹大患，大将军也会深受其妨碍。大将军当初以秦王之志出兵南下，如今暂居常州，并重兵把持洛阳，朝中难免会议论纷纷。只要大将军同意崔家军与我一起共赴潼关，剿灭孙敬，收复潼关，那么朝中的议论自然会平息大半，且天下人皆会称赞大将军忠义。如果我不答应呢？那么李逆自取潼关后，只怕朝中会命我李逆与大将军相战。到了彼时，李逆再无半分推辞之力，且朝中定会以收回东都为限。秦王不妨试试。老夫还从未与秦王兵戎相见，真想见识见识秦王排兵布阵的章法。与崔家军为敌，是我万万不愿之事。大将军心里也清楚，潼关是两京所要，除了潼关，两京再无险可守。只要大将军答应崔家军与我一起共赴潼关，那朝廷必然会对崔家军的猜忌之心大减。还望大将军
能够成全。既然如此，不用我女儿跟你去，我和你一起去潼关。果不其然，我先前与阿莹商议时，她告诉我，大将军必然会说出此番话语。我问阿莹该如何作答，阿莹告诉我，只说她与我已商议好，她愿意与我一同前往。既然你们已经商量好了，还问我做什么？这么说，大将军是答应了？多谢崔国父。谁是你伯父？滚！是。此番，秦王虽出手相助，但常州城外，镇西军依然虎视眈眈，不得不防。他是皇帝的儿子，奉旨而来，怎能轻易与之联手？阿莹，这天下那么多男子，你为何偏偏对他另眼相看？阿爹，他值得我另眼相看。如今局势晦暗难明，孙敬虽败仍据潼关，3个皇子鼎力相争。秦王功高勋重，树大招风。秦王虽是不识奇才，但绝非良配。阿莹，你当真想好了，要趟这浑水？阿爹，我喜欢李念，他也喜欢我。这世上虽然有那么多男子，但是能入女儿眼的只有他一个。阿爹只有你这一个女儿，你既然想清楚，有了决定，阿爹不会左右你的想法。谢谢阿爹。大小姐文武兼备，又是咱们大将军的女儿，哎，你们说，得什么样的人才能配得上呢？要我说啊，秦王就不错。想想自起兵秦王以来，秦王率领镇西军那是所向披靡，别的不谈，就说奇袭潼关那一战，那真是100年未有的帅才。秦王虽好，可是他是皇帝的儿子，咱们大小姐应该坐堂招夫啊！哎，对，坐。听见了吗？他们都觉得只有我才能配得上你。我只听到他们说希望我坐堂招夫。殿下身为皇子，愿意入赘我们崔家吗？什么皇不皇子，秦不秦王，我都不想当，也不在乎。阿莹，咱们回劳兰关吧，在那拜堂成亲，生个7、8个娃娃，一半跟你姓，一半跟我姓，不娶不嫁，不招不赘，可好？你想得倒美，谁要跟你生7、8个娃娃？那就4个，最少4个，2个跟你姓崔，2个跟我姓李，怎么样？你要再胡说八道，小心我把你嘴给撕了！想撕我嘴？就死！不是。
韩将军，这么久了，围追堵截，斗智斗勇，每次都让你侥幸逃掉。幸好前日我们故意在华阳镇没有追踪，让你以为安全。今天这才拦住你们。韩将军，大都督敬你忠义，只要乖乖交出太孙，便饶你不死。誓死保卫太孙！拿下！杀！韩将军，小心背后！韩将军！韩将军！太孙，快走！快走！韩将军！走啊！韩将军！韩将军！太孙！韩将军！太孙！不识抬举的东西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韩将军！太孙！韩将军！太孙！大都督，李玄泽，还不见过大都督？你个谋朝弑君的反贼！大胆！住手！别吓着孩子。哼！
韩丈将你藏了那么久，到了最后关头，不还是护不住你吗？嗯？哼，即使忠心的人，那也拗不过天命吧？嗯？哼哼，嗯。 娘娘，给秦王的信送出去了吗？用最快的马送过去了。娘娘放心，秦王一定会想办法救出太孙的。孙敬虽然擒住了太孙，但是我想，他不会这么快就对太孙不利。但愿来得及救出太孙。韩将军也说了，他重整残部，也会想办法救出太孙。太孙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会没事的。臣请问陛下，为何下旨斥责秦王啊？朕命他去常州解围，他可倒好，非得逼着朕封那崔乙为魏阳大将军，还口口声声说洛阳既成事实，暂且不提。那可是东都，他这是拿朝廷的大事当买卖呢，还上什么奏书？还说常州势必要随崔家军一起去收复潼关。崔家军那是狼子野心啊，万一他们和孙敬里应外合怎么办呢？陛下，这件事是朝会中决议过的。既然崔乙有节制魏阳之实，何不就把这虚名一并给了他呀？听说朝中来了圣旨，斥责了秦王殿下。我猜到父皇八成是要骂我，但是我没有想到竟然会这么快。你虽然兵不血刃，解了常州之围，却让出了魏阳大将军这个虚衔，又承诺不提洛阳，这不是把天大的画饼都递给了朝中的宿敌吗？要是我呀，也会攻击的你体无完肤。你呀，就是仗着自己立有战功。朝中那些武将大多又是镇西军出身，自然会向着你，不然只怕现在就不是下旨申斥了，而是要夺了你的秦王之爵呀！夺就夺，反正我打算打下潼关之后，就回劳兰关去，在那儿总好过在朝中受气抢。只怕你打下了潼关，就回不去劳兰关了。那可不一定。十七郎，萧妃娘娘派人传急报，说孙敬抓走了太孙。什么？报！潼关急报，孙敬在潼关以太孙名义发了讨贼檄文。太孙？是。孙贼找到了太孙，在檄文中斥责，说，斥责陛下是伪帝，并以太孙之名号令天下秦王，驱除伪帝，奉太孙继位。父皇，那孙敬自从败退以后，早已是黔驴技穷，他手上的那个太孙是真是假，谁也不知道。儿臣以为，我们找个孩子也说是太孙，真真假假，又有谁能够分得清楚呢？先王殿下，孙敬既然敢发檄文，想必可以证实孩子的身份。如果我们找个假的，这岂不是白白让人抓住把柄，贻笑大方，得不偿失吗？孙敬手上可有何证据能证实那孩子身份吗？孙敬在檄文中说，太孙随身携带着先太子之印。陛下，孙敬以太孙质疑朝廷正统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为今之计，不管这太孙是真是假，朝廷都该派兵剿灭孙敬，收回潼关，接回太孙。臣以为秦王曾经收复过潼关，与孙敬数次交手，有上书自请剿灭孙贼，因此
朝廷下旨派秦王出征，最为合适。那就让秦王领兵出征，灭孙贼，收复潼关。他不是爱打仗吗？这次就让他打个够。孙敬发讨贼檄文，不过是为征百越大军回师拖延时间，实则潼关守备军力不足。你是不是早有布置，打算趁虚而入，攻破潼关？你怎么知道我早有谋划？潼关易守难攻，但是你曾经硬碰硬打下过潼关，后来镇西军又驻守潼关颇多时日。以你的性子，肯定是把关里关外全都仔仔细细地琢磨过一遍。是啊，我在潼关给自己留了一条暗道。暗道？莫不是水渠？你怎么猜到的？潼关土质坚硬，想要挖地道实属不易，所以这条暗道应该不是新修的，而是本来就有，可以后加利用。我记得在瑞景年间，潼关曾经因为山洪爆发，把武库淹没了。后来户部拨了银两，重新修了下水的水渠，沟渠修得够深阔，应该可以走人。瑞景年间，户部的事情你都知道啊？我小的时候喜欢跟着阿爹读书，他的书房里除了兵书以外，收藏了历年以来天下各处关隘修葺的卷宗，我翻着当故事看，读了便记下了。那今晚秦王要做那钻水渠的小耗子，我当然得作陪了。我在城外等你策应。大都督，都送走了。魏国夫人登车的时候十分不舍，哭得很是伤心，说是要与大都督一起留在潼关，属下劝慰夫人，照顾好公子，等此间战事一了，便接他们回来。此番镇西军和崔家军联手，这一战乃是存亡之战，便是事了，恐怕也不会回到这里了。拾起来！1、2、3！大都督，镇西军联手崔家军攻进来了，我们护送您先走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走，还能走到哪里去啊？从西长京出来，败走潼关，如今再出潼关，还能去往何处啊？大都督，镇西军与崔家军联手，敌人数倍于我们，
若仗着潼关知县，还可以守一守。可如今镇西军不知从哪里入的关来，这如何守的？趁着两军混战，夜色昏暗，大都督，走吧。想当年瀚海之战，可汗将士10倍我军，我率军拼死抵抗，血染战袍，差点丢了一只胳膊，还不是大胜而归吗？城中将士数万，还在力拒抗敌，我怎么能抛下他们呢？我不走，将太孙带来。是。孙敬，事到如今，还不弃械投降？哼！走。如今潼关已破，你败局已定。只要你放了太孙，我不杀你。你爹当日匍匐在我脚下求饶，若不是装死逃了过去，哪轮得到他在京中做伪帝啊？今日太孙在我手上，我才是天下正统。凭你小儿一句话，就想让我给你太孙？那你想要如何？哼！你和你的兵马即刻退出潼关，叫京中的伪帝写下诏书，昭告天下。自己得位不正，将大位归还于太孙。如今这关内的战局，你好像没有与我商谈的实力。哼，你这孩子才是先太子留下的唯一血脉，在你们李家，他才是嫡系正统。若是今日被杀了，你在天下人面前该如何交代？你那个伪帝父亲，在天下人面前又该如何交代？不要管我！杀了孙贼，还天下太平！杀了他！孙敬，你一代枭雄，如今竟拿个小儿做挡箭牌，岂不成了天下的笑话？你不必用激将法。你若是不退兵的话，就休怪我动手了。住手！我愿用我一命换取太孙一命。是七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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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万不可！是七郎，不要管我！不要！孙贼，还天下的！石七郎，不可！不可！石七郎，石七郎，石七郎，好了。好啊，秦王有如此气魄，那我孙某必定说到做到。秦王，你便自行了断吧。石七郎不可！石七郎，石七郎，石七郎，别听他的！石七郎，杀进去！石七哥，不可！不要，石七哥！
秦王殿下，孙敬身边的是假太孙，我带来的这个孩子才是真正的太孙。你说什么？余孽，你不愿意救太孙也就罢了，何必使出如此阴谋诡计，想用一个假太孙来换名正言顺绞杀真太孙的机会？大都督，你说我带来的这个孩子是假太孙，那你又如何证明你抓到的就是真太孙呢？哼，太孙身上有先太子的印鉴，我是连人带印，一并从韩畅手中夺过来。你们若是怀疑的话，那也不用争论什么了，我一剑砍了他便是。住手！动手啊，大都督！大都督就不曾怀疑云长将军韩畅如此忠心耿耿的先太子旧臣，在你擒到太孙以后，为何没有拼死追踪，召集人马救回太孙呢？至于这先太子印鉴，云长将军为何又偏偏要放在这孩子身上？他难道不知道，一旦你得到此物，便能确认这孩子的身份无疑了吗？是。这个。众将士，杀孙敬避封侯，赏黄金10000两。杀！先带太孙走，留着他还有用。太孙，韩将军，没事，我来救你了，走。孙坚，你起兵弑君那日，可有想过会有一败涂地这一天？秦王殿下，此等逆贼，杀了便是。我英雄一世，我若是没有中毒的话，你们再多的人
也都不是我的对手。哼！无知小儿，你妄想取我人头，我是绝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哼！这一对玉佩真是精致。我们两个一人一半，我会永远带在身上的，不离不弃，永不分离。大禹天泰元年，孙敬兵败潼关，自刎而亡。其妻魏国夫人及长子在逃亡路上被抓获。自此，孙敬谋逆之乱彻底平息。拖过去。来，这个格子怎么样？校尉，怎么了？刚刚趁乱，有人将太孙劫走了，赶紧派人去追。是。齐王那边怎么办？我跟他说吧，你快去。好。韩英，辛苦你了，多亏有你才找到真正的太孙。如今孙敬已死，我们将太孙护送回朝，便大功告成。十七郎，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向你坦白，我带来的那个太孙是假的。真太孙确实是孙敬劫持的那个孩子，我本来已经安排好了，派人趁乱找机会把真太孙给救下来，但是没想到被人抢先了一步，我们得赶紧想办法去把真太孙追回来。十七郎，起来，走。先人上。十七郎，追不上了。这些人可以趁乱救走太孙，身手如此利索，8成是韩将军和他的部属。太孙的安全应该无虞。如何能确定是韩畅和他的部属？如果被不轨之徒捡走呢？你明知道我答应过萧妃要救下太孙，可刚才你拿一个假太孙去诈孙敬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即便他相信了，也可能会对真太孙不利？我自然想过。你知道有这么大的风险，你还要这么做？我心中已经反复衡量过了，有7、8成的把握，可以让孙敬相信，也可以救下太孙。7、8成，那剩下那2、3成呢？能救下太孙，固然是最好的结果。如果中间有任何差池，那也是我办事不妥，与你无关。什么叫出了差池？
是你办事不妥，与我无关。石七郎，有些话一定要我说出来吗？难道你心里不明白吗？你此番要真的把太孙带回京，朝中上下不会因此掀起一番腥风血雨吗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想让陛下立太孙为储君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现在天下初定，人心浮动，朝野上下都能跟你一个想法吗？朝中宫中还经得起再一次祸起萧墙吗？哼，你如此深明大义，言辞有理，为何不事前与我商议？因为你知道，我一定不会答应什么。是，秦王殿下忠勇过人，早知道我刚才就不应该插手，就应该让你舍身取义，被天下人诸词称颂。等我以后路过的时候，也定会为殿下上2炷香的。小薇，这次的事儿都怪我，是我没能救护太孙。与你有什么关系？虽然我让你带人去救太孙，但怎么也想不到，暗处居然有人潜伏。那些人8成是韩将军和他的部属，你自然不是他们的对手。伤得怎么样？哦，我没事的，只是我听耳朵说，秦王当众给你发脾气，还跟你吵起来了。不要提他。孙敬走得匆忙，一把火就把书房全给烧了，东西呢也都烧了大半，这些还是我带人在没有烧完的瓦砾底下搜到的。我终于知道，这朝中原来有人与孙敬暗中勾结，时时与他策应。但这些信中并没有落款，而且信里借用的是暗语，所以这个人我们暂时还找不到。石七郎，回到西长京之后，我们还是要提防一些。是啊。李逆攻下了潼关，派人急报回朝，还带回了孙敬的尸首。这帮朝臣在朝中吹捧他，又立下了不世之功。我这大哥也是难与之相争啊，只怕这东宫之位，还是要落到他李逆手上。有一位异人，一直想求见殿下，3番2次派人相请，我被纠缠不过，就见了他一面。他说他有妙计，能助殿下一臂之力。哦，此人自称姓柳，曾是崔乙的义子。我与他交谈一番，发现此人心机深沉，又曾是这样的身世。此人与崔家必是死敌，倒可一用。刘公子久仰了。殿下见笑了，谈何久仰？我如今只是一个飘零之人罢了。你既然是飘零之人，如何为本王效力？秦王如今收复潼关，大败孙敬，立下如此大的功劳，一旦回京，定会对东宫之位志在必得。殿下身为他的兄长，难道不觉得其势可危吗？还有我大哥局长呢，立嫡立长都轮不到他李逆。若是李逆娶了崔毅的独女，从此崔家军和镇西军一样，听从李逆的号令呢？到时候，即便是圣上，又能奈秦王何？别说殿下想要一争东宫，即便是想要做一个闲散的亲王，也无半分立锥之地了吧？李逆会娶崔氏独女？他们2人早有私情，不然殿下以为，凭什么就凭秦王一封书信，
崔家军就能具体培元解围？凭什么秦王许诺给崔乙魏阳大将军的虚衔，崔乙就肯让出常州？凭什么镇西军就能和崔家军一同去攻打潼关？原来如此。殿下其实早就想好了吧？殿下是不是想派遣些人手，将秦王截杀在回京的路上？但殿下觉得，在万军护卫之中，若是要刺杀秦王，有几分把握？柳公子可有妙计啊？殿下不如出其不意，从崔林处下手。攻心为上，关心则乱。一旦他的心乱了，就必然会出纰漏。到时候，殿下便可趁此时机杀了秦王。计谋是好计谋，只是这实施起来有些棘手啊。殿下放心，我既献了这计策，定然会亲自率人马前往，为殿下效犬马之劳。不知事成之后，本王该如何谢柳公子？为殿下效劳，正是我心中所愿。我不求别的，只愿殿下拨一些人马，供我驱使。这都好几天了。秦王在关里，咱们驻扎在关外，按理来说也不远哈。这个秦王殿下也真是，他自己不来就算了，也不派个人过来。小伟，你说秦王殿下是不是真的生气了？你操那么多心干嘛？秦王生不生气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看啊，你之前跟秦王殿下那么好，那这次不就是因为太孙的事情才生了嫌隙吗？桃子，你今天怎么了？你平时没有这么啰嗦。我只是在想，秦王殿下该不会是病了吧？最近时气交替，忽冷忽热的。我可是听说，关里好多人最近都病了，连那个耳朵也感染风寒了。你要是心疼谢长耳，你自己给他送药去。不，我才不去呢。小伟，只要你一天不搭理秦王，我也绝对不会搭理那个耳朵的。我绝对不会搭理他的。耳朵，桃子，桃子，你终于来了。小伟怎么说？他还是那个样子，我都跟他说了半晌了，他连提都不愿意提到秦王。那这可怎么办？我来的时候，老鲍他们千叮万嘱啊，说一定要拜托你说和校尉和石七郎。你是不知道，石七郎现在心里憋着一团火，每天4更天不到就起来练剑，非得拉着我们一起。每天不是练剑就是练枪，再不然就是军营里操练阵法，我们实在是受不了。你跟我说这些也没用，小姐那边我也是一点法子都没有。哎，要不你让你们家秦王装个病呗？这样的话我也好跟小姐说，让她去探秦王的病。秦王要是肯装病，就不会每天4更天起来练剑了。那怎么办呀？老鲍，老鲍，怎么样？桃子怎么说呀？桃子给我出了一个主意，可是我觉得不妥。他要是不肯装病的话，那咱们就真的让他小病一场吧。那，你把这个给他，他吃了以后自然就病了。到时候我就跟小姐说，
秦王病了，让他探病去。这不妥吧？有什么不妥？哎，我觉得甚是妥当。老爸，我说耳朵啊，你可不知道，十七郎昨天晚上拉着我巡营巡了半夜，今晨3更又把我叫起来，非让我陪着他练剑。这样的日子我一天也不想过了。你不去下药，我去下药。哎，老爸，这样不行，万一……什么万一啊？他再不病2天，我就先疯了。他还是病2天吧，要不然我真疯了。哎，老爸，老爸。这个做个记号，掐过的是有药的，没掐过的是没药的，掐过的是有药的，没掐过是没药的。石七郎，石七郎，练了半晌剑，饿了吧？我让厨房新做的，来，先吃点吧。厨房怎么会做这种西点？哎，孙继的厨子不是还活着吗？我让他做的呀，试试他手艺。哎，你看这点心，做的又精巧又好看，尝尝吧。哎，你看，好吃。好吃。好吃吧？确实好吃。好吃吧？怎么了，老爸？不舒服吗？味道真好啊！他们是兄弟，你居然坑我！哎呦！老爸，老爸，投毒这种事情，我可是斥候出身，你居然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！你天天拉着我起3更睡5更，不是练剑就是练枪，你居然还要换让我吃这个下药的点心！哎呦！我要跟你绝交！我要跟你绝交！哎呦！公子，真的要对校尉不利吗？这种毒药，接收人只肯给咱们1份，说是他们接受最珍贵的秘药，只要吃下去之后并无中毒之兆，如同生了重病一般，连最好的大夫也看不出来。若是不得解药的话，数日之后便会殒命。阿莹若不出事，李逆就不会乱；李逆不乱，就更无法杀了李逆，也无法劫走阿莹。去吧，小心行事。是。小姐，怎么了？我看看。早上起来就不舒服，现在头疼得很厉害。这么凉，肯定是发热了。原来是发热。老爸，怎么退步这么多啊？我以前就打不过你。再说了，我拉肚子拉了好几天了，人都虚脱了，你也不手下留情。哎呦！
你这还来真了你这石七郎，石七郎，什么事？桃子来了，他说有急事要找你。不见。石七郎，他有急事啊。他能有什么急事？要是军中的事，就让他写了文书送到我们军中去。秦王殿下身为盟友，难道要见死不救吗？放开！秦王，什么事？我们家校尉病了，病得很严重。你们家校尉病了，你去找大夫，找我做什么？我自幼就给校尉号脉，深知他的体质。这一次真的病得太奇怪了，先是突然高烧不退，我给他施针喂药，都没有任何的效果。今天校尉已经昏睡不醒了。殿下，你快去看看他吧，我真的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奇怪的重病。你都看不好，那就更应该找大夫。你，秦王真是铁石心肠。旁的不说，我们崔家军总是振兴军的盟友吧？便是看在盟军之情，你也不能如此对待。你真是豪狠的心。石青，桃子，桃子，我说你啊，怎么这么狠心啊？少在这里装模作样了，我还不知道你们玩什么花招吗？刚开始想让我生病，眼见不成，只好让他去生病，是吧？这次真的跟我没关系，我发誓。还是去看看吧，万一他真的病了。小姐，你一定要挺住，我已经命人骑了快马去报知大将军了，他一定会很快赶来的，你一定要挺住，小姐。石七郎，是我。月明星稀，如此良夜。哈哈，石七郎，走，一起巡营去。你最近不天天嚷嚷着要睡觉，让你巡营各种推脱不去，怎么今天这么主动啊？哎呀，今天晚上不一样，我精神抖擞啊，我陪你去巡营啊，免得你干别的事情。我干什么别的事情了？哈哈，不干别的事情，那再好不过了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，我今晚就陪你一个通宵，到某正点兵。走吧，走走走走走，今天晚上咱们就把每一个角落仔仔细细的给他巡个遍。小姐，小姐，桃子，桃子，药好了。这是我按你的吩咐去附近大集镇药铺买的药材，然后我亲自蹲在炉子边看着熬的，时辰一点也没错。小姐，药来了，小姐，药给我。小姐，药来了，喝了就好了。小姐，小姐，我求你了，你张开嘴巴，咱们喝了药就好了。小姐，我真的没有办法了，你喝口药吧，小姐。小姐，桃子，
我这就去叫石七郎。这一次我就是拖也要把他拖过来。你别去，他就是个薄情寡性的人，你让他来做什么？不是的，他一定不知道何校尉病成这样。石七郎不是这样子的人。你在这儿帮我守着小姐，我现在去传令三军，严加防备。他现在病成这个样子，绝不能让外人知道，有机可乘。好。对了，等我回来以后，你就先走吧，以免误了军中典莽。不，我就在这里陪着你。你是镇西军中的人，万一大将军回来，看见小姐这个样子，我怕他会杀了你。公子，怎么样？秦王还是没有出来。真是没有想到啊，李密居然是如此薄情寡义之人。阿银果然是看错了他。公子，校尉已经毒发3天了，今夜若是不服解药的话，等到天亮，即使服了药也会有所寿元。再等等。哎，石七郎，别走啊！这才4更呢，回去那么早做什么呀？所有营地都巡完了，不走留在这儿干什么呀？再巡一遍啊！不都说好了吗？我陪你到天明啊！我还有事。什么事儿啊？这经理派来的信我都还没看呢。哎呀，明天看不就完了吗？又不是什么急事儿。但我要睡觉去。哎，你前几天每天晚上怎么教训我的？不困，咱不困。你今天就是故意的是吧？哈哈哈，还真让你说对了，我就是故意的。行，那我们继续啊，继续，走，走，走。哼，拦不住我了吧？公子，天快亮了。真是没想到，阿银如此聪颖，却所托非人。崔家军今夜已经加强了戒备，如果等到天亮，只怕入帐不易。这解药，去吧，先给阿银服下解药。是。桃子，秦王殿下来做什么？你们家校尉真的生病了吗？我们家校尉好得很，不劳殿下挂心了。他是不是真的生病了？当然没有了。殿下放尊重些，这是我们崔家军的营地。殿下要是再这样，我就要命人将殿下逐出去了。桃子，你和谁在外面说话？小姐，小姐，你慢点。来，我看看。我没事儿。把你急坏了吧？我真的很担心。哎呀，你真的生病了？你哪里不舒服？现在好一些了吗？秦王请自重，只是小疾，不劳秦王费心了。桃子，哎，你先出去一下吧，我有些话，我想对秦王说。小姐，你才刚醒过来，我在这儿陪你吧。没事，放心吧。去吧。
阿莹，你心中恼恨我诓骗你，这些天我也想了许多。即便是重来一回，我还是会那样做。我不后悔自己的做法，因为我认为，无论是真太孙还是假太孙，都不值得你拿自己的命去换。你现在病了，我们不要说这些了。前日我发高热、昏昏沉沉的时候，心里盼着你能来看我。人在生病的时候，总是很脆弱。我自幼丧母，身边也没有几个亲人。如今除了父亲，也就是你待我最亲了。当时我就在想，倘若你能来看我，那就证明我在你心里还是要比很多其他事、其他人要重要的。如果你来了，纵然生气，但是我可以把事情跟你分说清楚，这样下一次你也能明白我的心思。但是你没来，我知道你还是恼恨我的。我没有恼恨你，在我心里，你比任何一个人都重要。殿下就不要说这些昧着良心的话了。那我也跟你说几句我的心里话。我想告诉你，什么秦王，什么元帅，我都不稀罕。我只想完成萧妃娘娘的托付，然后再和你一起回到劳兰观，去看天高云淡。十七郎，但是你回不去了。你的父亲是当今的天子，孙敬已死，天下大定。你的两位兄长就像豺狼虎豹一样，你放心把天下交到他们两人手中吗？我说过了，救回太孙，我会力劝陛下立太孙为储君。太孙今年才几岁？太孙年幼，资质如何，天分如何？如果等他长大了是一个庸才，又如何能执掌天下呢？太孙是天下正统，理应继承皇位。况且他天资颇佳，也会有无数能臣辅佐他，日后必成大器。你认为你的两个哥哥会让太孙活到成年吗？你说来说去，你就是觉得我应该去成这个储位。没错，因为我认为你才是适合成为这个天下之主的人。你宽厚仁慈，心怀天下，你会怜悯百姓，你军功赫赫又善于掌兵，国朝两都是你收复的，天下叛乱也是你平定的。如果立你为太子，那朝中的大臣是不会反对的，朝中没了纷争，百姓也能过上好日子。十七郎，你会是一个当仁不让的好君主。如果将来你继位做皇帝，那未来的几十年都将是太平盛世。人各有志，有的人想权倾天下，而我只想信守承诺，等天下太平，和你一起去劳兰关戍围边疆。倘若我不愿意跟你回劳兰关，
人各有志，有的人想权倾天下，而我只想信守承诺，等天下太平，和你一起去劳兰关戍卫边疆。倘若我不愿意跟你回劳兰关呢？我知道我不能勉强你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同我一起，因为我心悦你。哈哈，石七郎，我就知道你出关会往这边来，所以带着弟兄们来接应你来了。怎么样，够义气吧？哈哈，不像有些人把自己兄弟都打晕了。先回去，附近有埋伏。好嘞，这样。
桃子，桃子，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干果，给。怎么了？你连干果都不想吃了？不是不想吃干果，只是明天我就要和校尉一起随军撤走了。啊？怎么这么快？大将军得知校尉突然生了一场重病，他担心的不行，一定要亲自来接校尉。可他是节制两镇的大将军，要是贸然出现在潼关，怕是朝中会有什么误会。所以校尉说我们得赶紧撤回，途中也好遇上大将军。那我明天去送你。你别来了，校尉不开心，我不想让他看到珍惜军中的人。我这就去跟十七郎说，让他跟校尉赔个不是。啊！你回来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别瞎掺和。可是我不想和你分开。梦中未必丹青见，人间久别不成悲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家校尉说的，意思是，只要分别的够久，人就不会觉得悲伤了。我不这样认为，我只要跟你分开，我就会觉得悲伤。要是跟你分别久了，那我会很伤心的。哎呀，这又何必呢？连送都不送一下，这会儿站在这儿看着空地发呆。哎，谁说我在看空地了？我在看两边山势。哼，现在看不看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啊，一会儿等你这心里空落落的，你就知道滋味了。哎，来，昨晚派出去的人。有没有查到什么？哦，这个树林里是有些痕迹，但看不出什么。那些人行事啊，还是非常谨慎。对了，会不会冲着崔小姐去的呀？我听说这个崔小姐病还没好利索呢，走的时候都坐着马车走的。你不去护送？不是冲着她，8成是冲着我来的。再说了，她被大军拱卫。他父亲又派了精兵来接应，他不会有事的。哼，我说你啊，就是死鸭子嘴硬，你不去追啊，将来一定会后悔的。哼，还是把心思放在正经事上。潼关已定，大军也该返京了。在看什么？我在看这天上有2只孤雁。一只向南，一只向北，好生可怜啊！不知道它们还能不能飞到一块儿。前王奏请还朝，今日回京了。
起初礼部还在议是否令百官交迎，秦王得知后给立辞了。不过今日满京城的女儿家全都涌到街头去看秦王率领大军凯旋而归，都盛传说秦王真是英勇无仇，威风凛凛呐。父亲想说什么便说吧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去见秦王殿下呀？3日以后。哦，为何是3日以后啊？婉娘在等一个人，等那个人到了，婉娘才可以去见秦王殿下。哎，豹哥啊，石七郎，今日闲来无事，咱们出城跑马去。不去。听说丰盈楼来了一批好酒，咱们喝酒去。不去。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自打回京的路上开始，就和变了一个人似的，整天闷闷不乐的，还摆了一张臭脸。怎么？谁惹你生气了？还是说谁给我们秦王殿下气受了？这个世上啊，一物降一物。你以为威猛无敌的秦王还没有人治得了他了吗？哎，你别和我打哑谜，说呀！别听他胡说八道。我胡说八道，总比有人这个心乱如麻、胡思乱想强吧？石七郎，顾小姐求见。秦王殿下。殿下。顾小姐客气了。奶娘，奶娘，走。石七郎啊，你长大了。小郎君呢，已经变成了秦王。我一到京都啊，就听见城里人人都夸，说秦王好生威武，每个小娘子都想嫁与秦王。奶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我住到乡下已经好多年了，身子不好，也没人送我到城里来。这次啊，多亏了顾小姐，不知怎么托人就寻到了我，问我想不想来看看你呀？我自然乐意呀。这次能见到石七郎啊，我就算立个死了，我也愿意呀。奶娘，别说这样的话。我高兴，我高兴。奶娘，既然来了，就留下来吧。这秦王府很大，你想住哪就住哪。好，好。哎呀，长大了，长大了。殿下，老人家歇惯了午觉，我刚刚已经服侍他睡下了，殿下放心吧。多谢顾小姐。些许小事，何足挂齿。奶娘年纪大了，我也曾派人寻访过她，可总是无功而返。我甚至以为再也见不到她老人家了。奶娘的亲生儿子十分不孝，我便没有给他金银，而是令李正好好责问他。奶娘家中贫寒，所以我以殿下的名义买了几亩良田，地契上写的都是奶娘的名字。这样，以后她若是不想在府中常住，回乡间养老也是足够的。顾小姐，你真是个心善心细之人，谢谢你。对了，那买良田的银两，待会儿我命人送到府中去。殿下客气了。我自幼愚笨，实不相瞒，在家中也不受父母宠爱，所以但凡有人对我好一点点，
我便十分感念。殿下与我有救命之恩，这样的大恩，婉娘无以为报，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。只愿殿下常得欢颜，这样婉娘便十分高兴了。谢谢你。朝臣们都劝朕，要对崔乙也有所赏赐，还要我好好笼络笼络他们崔家。哼，他已经节制平凉、未央两府，我还怎么赏赐啊？再说了，他也没有儿子可以封爵，哎，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好好的笼络笼络他们崔家呢？父皇，儿臣心中倒有个想法。快说。听闻这崔乙只有一个女儿，而且是在军中长大的，并不逊于男儿。儿臣至今并未婚娶，不如父皇将这崔氏女赐婚给儿臣。如此一来，崔氏女就变成了父皇的儿媳，而崔乙就变成了儿臣的岳父。哪怕是将来让他退出东都，都是有可能的。好，这个法子好，很好。只是不知道这个崔氏女是什么样子啊？你说她从小在军中长大啊，是不是为人很粗鲁？若是容貌又丑陋，性情又粗鄙的话，哎呀，岂不是大大的委屈你了吗？儿臣是父皇的儿子，理应为父皇分忧，笼络崔家，以免君臣猜忌，这是儿臣应尽的本分。父皇放心，无论这崔氏女相貌如何，品性如何，儿臣都愿意娶了她，并且好好待她，从此让崔家对父皇忠心耿耿。莱儿，还是你最顾全大局呀。不过你放心，父皇以后呢，一定赐几个美姬给你当侧妃，不会让你白白的啊受这么大的委屈。放心吧，啊。父皇喝茶。好。您是说，朝中遣人来，说想将我嫁与齐王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齐王什么东西啊？也想娶我女儿。皇帝果然是李逆他爹，这父子二人一样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好了，不提那个不知好歹的混人。阿爹，我是想，既然朝中有人起了这样的心，那咱们不如将计就计，反将他们一军。哎呀，你的意思是？咱们大大方方的上书皇帝，就说想让我嫁给皇子，可以，但是要遵从我的意愿，要我自己从皇子中择人而嫁。那个李逆不知好歹，难道你还要嫁给他？我嫁不嫁给他是两说，但是既然朝中已经有人惦记上咱们崔家，那我们不如坦坦荡荡的行之以阳谋。你是说，只要我说从皇子中择一人而嫁，那就会有一场天大的热闹可以看。李聂这两个兄长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，我倒要看看他们可以无耻到什么地步。我也要看看李聂会有什么反应。哎呀，这是你的终身大事，可不要赌气。阿爹，我没有赌气。如今您节制平凉、未央，咱们崔家军又兵力强盛，朝中早有人坐立不安，视我们为一块肥肉，人人都想上来抢一口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不如先一招破局，让他们自己先打得头破血流。你可要想好了，这奏书一旦递上去，你未来的夫婿只能从3个皇子中挑选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最后的结果如何，未必真能如我们所愿。阿爹，其中的利害关系，女儿已经想清楚了。
世事如棋局，这天下便是最大的一局。女儿想做那个执棋的人。秦王心中牵绊太多，无异于储君之位。女儿曾经与他一席长谈，但是收效甚微。既然他甘愿为一颗棋子，那女儿就算逼，也要把他逼成另外一个执棋的人。阿爹，我想赌这一把。陛下，崔乙奏书中说，是陛下示意，想将其女赐婚于齐王，确有此事吗？朕确实是派人去问了一下。陛下之意便是圣意，但是他身为臣子，竟然口出狂言，要为女儿在皇子中择婿，视当朝礼法为无物，还请陛下下旨申斥，以正朝风啊！没错，这个崔乙确实是太目中无人了。他以为皇室是菜市啊，想挑就挑。陛下，崔乙节制平凉、魏阳两府，又占据东都，朝中上下本就忧心他权势过大，无人辖制啊。陛下圣明，愿意选崔氏女为皇子妃。如今崔乙不过是婉言相求，为女儿择一皇子为婿。陛下不如应允，此举不费一兵一卒，便能收归崔家兵权，真是高明啊！朕也觉得这个法子不错。可是朕的儿子要娶他的女儿，那是他们崔家无上的荣光啊！怎么还能再上奏书说自己挑一个呢？陛下所言甚是，崔家无状，崔氏女怎堪为皇子妃呀？无人无状，陛下是君主，胸怀广阔，能容天下。崔家所为，陛下定然可以宽宥。先君后臣，天经地义，岂有臣子挑选皇子为婿的道理？你这是食古不化，不通辩理，你这是迂腐。你这样说，可对得起陛下，可对得起列祖列宗？你这是不懂礼数，你才不懂礼数，你忘了祖宗。多谢嫂嫂。二弟客气了，你们兄弟二人慢慢聊。大哥真是娶了位好嫂嫂啊，臣弟羡慕不已。这一下朝二弟就赶到我府上，到底所谓何事？大哥，这次你务必要帮我呀！崔乙说要在我和李逆之间择婿，崔乙说是在皇子中间择婿。啊，我想大哥已经娶了王妃了，想必那崔小姐不愿意嫁过来做侧妃，所以我才想着，若是大哥能够帮我一把，我要是能够得到崔家助力的话，以后必定会全力相助大哥入主东宫的。大哥意下如何？二弟说的有理，这崔家小姐绝不能嫁给李逆。那就多谢大哥了。这位崔小姐，我服，五体投地，心悦诚服。你们说说，皇上要把崔小姐嫁给齐王，他多聪明啊！主动上书，说自己要在皇子中选一位，这不就明摆着吗？她要嫁给我们十七郎啊！就是啊！哎，十七郎，你总得向他表示表示吧？啊，得表示一下。要的。他只是说要从皇子里面选一个，又没说是我。哎，你就别嘴硬了，人家一个姑娘家，难道要指名道姓说嫁给你啊？她不想嫁给你，嫁给谁啊？对啊，她不想嫁给你，她为什么要上这道奏书呢？对呀，是啊，十七郎，对，娶崔小姐，两全其美，是吧？虽然这个崔小姐呢，她平时为人确实有些厉害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她是崔乙唯一一个女儿，那以后整个崔家军就是由她的夫婿来管辖。那咱们说，这种好事儿，她能
能让给齐王吗？不能。对呀，不能。但是兄弟们，这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那个崔小姐，对咱们17郎本来就颇有情分的。我觉得小裴将军说的特别对。哎，耳朵，这回你可是高兴坏了吧？啊，崔小姐嫁给我们17郎，这桃子姑娘自然就到我们王府中来了。到时候你们俩不也就双宿双飞了吗？双宿双飞！啊！哎，17郎，就是崔小姐这嫁妆，起码得有300台吧？得有。那咱们的聘礼也不能少了呀。是啊。哎，俺们村里的规矩啊，这聘礼得有一对大雁，是新郎官亲手射的。要不趁着天气好，俺们兄弟啊出城陪你射大雁去。哎，对，那要是17郎自己没射着，那大雁让我们射下来了，算不算？当然不能算了，不是说了吗？要新郎亲手射的。哎呀，当然得算了，我们是17郎兄弟，是家人，家人射的为什么不算？不能算，能算，不能算，能算，我说能算，不能算，就是不能算，不能算。哎呀，别吵了，别吵了。哎，别争了，别争了。我说跟你算。17郎，新郎官你别走呀！什么时候射大雁去？俺们兄弟好准备弓箭。公子，公子，你说，阿银上这道奏书是什么意思？大概是她并不想嫁给齐王，所以才婉言谢绝。因为她只想嫁给李逆。阿银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对她一片痴心，她难道一点也看不到？公子，校尉他其实……他一定是因为我接了接说的兵，所以才恨我。恨就恨吧，反正只要我和他在一起，我慢慢劝他，他迟早会回心转意的。我和阿银要去的地方，山清水秀，阿银一定会喜欢的。我和他就在那儿，过着逍遥又自在的生活。阿英喜欢吃的点心，你都准备好了吗？只要我和阿英到了那儿，就再也没有人打扰我和阿英了。17郎，17郎，有喜讯啊！什么喜讯啊？让你这么高兴？崔小姐派人来了，约你到城外相见。我就说嘛，崔小姐肯定是找你来商量这个定亲的事儿。你们俩啊，情投意合，此番崔小姐又主动上书皇帝，哎，人家一姑娘家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不管你们俩以前怎么吵架赌气，这回见了面啊，你可千万要和好如初啊，赶紧把人家娶回家来。哎，17郎，你怎么了？他若是选我，自不必见。既然约见，只怕是隐不谐。六幽园还是那么美啊！阿英，当日在潼关，你让我们各自想一想。大将军上了奏书，
我原以为你是不愿意嫁给齐王的，才被迫上那道奏书。世事如棋局，无一人能独善其身。父亲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，难免会遭人觊觎。那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心里自然是愿意的。那你那2个兄长，会乐见其成吗？我说过，我无意与东宫储位。我会寻回太孙，让父皇立太孙为储君，兄长他们就再无指望。你觉得你那2个兄长会甘心让太孙被立为储君吗？如果太孙一旦入主东宫，他能活过1年半载吗？有我在，我就一定能保太孙在东宫平安。就算你可以在朝中处处保护太孙，可是你能担保就万无一失吗？你是秦王，又手握兵权，到时候你的2位兄长构陷你和太孙谋朝篡位，你又如何自辩？难道你为了清白就自恃兵权？那太孙又有谁来保护呢？就算你可以带着太孙回到劳兰关，可你那糊涂的父皇被人挑唆之后一指令下，命你自裁，到时候你是遵旨还是不遵旨？等你陷入绝地，那太孙又如何保全？17郎，这一局真龙，我已经处处替你谋算过了，皆是死局。我要你自己入主东宫，你才能有条活路。我不相信这是我唯一的活路。你能不能不要把人心想得这么险恶？那过一段时间，殿下也许自己就会发现，人心到底有多复杂，到底有多险恶。所以你今日约我前来，就为了告诉我这些？不错。你喜欢我吗？有一天，我遇到一个人，他特别有本事，还非常聪明。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。虽然第1次见面，我们就大打出手，第2次见面，我就把他踹到井里去了。但是那个时候，我却知道，我是喜欢他的。虽然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一个人，也不知道喜欢别人到底是什么滋味，但是我心里很肯定，我是喜欢他的。无论他是劳兰关的17郎，还是秦王殿下，无论他是贩夫走卒，还是皇孙太子，我就是喜欢他而已。你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你，但为什么不能嫁给我呢？殿下回去吧，也许过段时间，殿下就会明白，不是秦王想回到劳兰关做17郎，就可以回到劳兰关做17郎，而是秦王殿下不能不做东宫太子。如果我不做太子，你是不是就不愿意嫁给我？如果我说是呢，殿下心里会不会好过一些？
十七郎要是娶了崔小姐，那就会留在京都，那你应该也会一起留在京都了吧？那可不一定啊。这为什么不一定？那崔小姐都留在京都了，你还能去哪？也许我们家大将军不愿意把我们家小姐嫁给你们秦王呢。那不可能，你们大将军不都已经上了奏书了，让你们崔小姐自己选一个皇子，这不摆明着，他一定会选十七郎来做夫婿吗？而且他们今天约定见面，不就是为了商量婚事吗？哎，奇怪，我们家小姐跟你们秦王商议婚事，这跟我们俩有什么关系？桃子，干嘛？我喜欢你，我想一直跟你在一起。你愿意吗？我嘛，这是怎么了？啊？你们家秦王怎么突然骑马离去了？小姐还在那儿呢。殿下，殿下，信王府出事了。怎么了？信王府昨夜走水，信王妃轰了。什么？此事当真？千真万确。怪不得，信王府竟然会突然走水。我可怜的嫂嫂连同所有的婢女仆人一个都没跑出来，全部葬身火海。原来是有人故意纵火。我们安插在信王府的内线，竟无一人逃出来，觉得此事蹊跷，费了好一番功夫才探出来。王妃的院子似乎有些不对，当天的救火也有所拖延。此事定然是故意纵火，绝非意外走水。只是不知是什么人做的。真没想到，信王府后面这么大一片院子都被烧成了白地，王妃和满院子的丫鬟仆役就没一个人逃出来。不对，什么不对？王府是有规制的，信王府是从前老晋王府旧宅修整而来，
梁柱用的都是金丝楠木，木质十分坚硬，连金丝楠木都烧成了焦炭。旁边院墙的砖，却一点都没有熏黑。昨晚还下雨，信王府却救火不及，这种种都不对。石七郎，那你的意思是？一定是纵火，或是浇了油，或是用了助燃之物，否则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内连金丝楠木都烧成了焦炭。既然是纵火，那么大嫂的死就另有因情。能在王妃后院纵火，又能操纵仆役，恰巧前2日我还去求大哥，让他帮我求娶崔氏女。哼，还能会是谁？殿下是说，此事是信王所为？我这大哥竟敢烧死自己的结发妻！他这明显就是冲着崔乙上书择婿一事来的。如此一来，他定是也要争一争这位崔氏女，不会再帮我了。殿下，这不正是咱们的机会？你说的对啊！如果让父皇知道的话，大哥就不能求娶崔氏女，我的胜算就更大了。殿下英明。我相信过2天，三弟也会对此事起疑，到时候我可得好好的帮一帮我这位三弟。毕竟当年他对大嫂的感情可是最深厚，他最是敬爱大嫂。如果让他知道是大哥害了大嫂的话，他一定会奏报父皇，父皇就一定会彻查到底，到时候我大哥就倒大霉了。这个信王好狠呢！你觉得是信王下的手？除了他还能有谁？真没想到，他居然会杀死自己的结发妻子。那可是天家，父子相残，手足互枪，就算杀死结发妻子，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儿。阿爹，我想去西长京。你去西长京做什么？信王杀发妻，就是想娶我。那我都要看看，他跟这个齐王又会如何相争。你其实是要看看秦王会如何吧？小姐，咱们今日又要去秦王府看望奶娘啊。崔乙上书，要替女儿从皇子中择婿。这道奏书十分古怪。那古怪在哪里？我曾经见过这道奏书的抄录原文。若崔乙上书是想将女儿嫁给秦王，那必然是另外一番措辞，文字间也可以有所暗示，但偏偏没有。若崔乙上这道奏书不是想将女儿嫁给秦王，那这其中可能就有另一番打算了。所以小姐今日才要到秦王府去。京城看着秦王进城，似乎淋了一夜的雨。他是一个飞扬洒脱的人，几乎从来不曾有过这副模样。想来是遇到了极大的变故，这变故或许与崔家那封奏书有关。十七郎，我暗中追查下来，发现信王府并没有什么异样。特别是菜油、麻油、干柴、木炭等物，和往日的用量没有什么不同。而且我也查了历年历月信王府在油铺还有炭铺等处的账目，对着厨房还有柴房进行了清查，都没有什么不对。这要说没有助燃之物，怎么会烧成那样？这也太奇怪了。是啊，我也查了府中的仆役，查来查去也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。十七郎，看婉娘给你带什么来了？奶娘，您怎么来了？你下次要来，派人来叫我一声，我过去便是。这几步路啊，我还走得动。婉娘特意去香积寺啊，
求了一部住持大师亲手抄写的心经，据说供在往生人的牌位前，最是能积福消业、积攒功德。今日特意送来，让你供在刘娘娘灵前。谢谢。奶娘，我帮您擦吧，您小心火烛烫到手。怎么了？刚刚我没留神，不小心将绣像烫了个洞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这可真是我的罪过呀！没事，一个小孔洞而已，顾小姐不必自责。这可是刘娘娘的绣像，都怪我不谨慎。小姐，既然烫坏了一个小洞，把它补上不就行了？你那么心灵手巧，上次那柄白丸扇被我不小心弄脏了，你就在上面绣了一只蝴蝶，可精致可美了，一点都看不出来。殿下，就让我把绣像请下来，好好织补一番吧。侍七郎啊，你快点把它摘下来，让婉娘在这织补了。那就麻烦顾小姐了。殿下何出此言？婉娘只是亡羊补牢罢了。殿下，韩将军，该喝药了。谢殿下。韩将军身上的伤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其实，自从救出殿下那一刻，我便觉得这些伤早就无碍了。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韩将军。当时我被孙敬掳去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死也要死得有气节，不能丢了我们李家子弟的脸面。没想到还能获救。那日救下太孙后，我们走投无路，幸得秦王手下寻到并告知孝妃娘娘，娘娘让我们在这里暂住些时日。京中形势复杂，崔家携兵权自重，为师一如之前的孙敬。陛下虽是太孙的叔父，但身边却也有小人。兴王、齐王都是金上的亲生儿子，他们会如何看待殿下？还都暧昧未明。此处可还住得惯？私塾里每日进出的孩子多，咱们藏在这里啊，不会引人注意。这里很好，昨日听到读书声，觉得甚是心安。一直听说私塾，如今到了这里才知道，私塾原来是这样啊。殿下喜欢读书，这是好事。我想多读书，多学本事，
这样母妃见到我的时候才会觉得欢喜。我比之前长高了，也要比之前多学一些学问。都怪我不谨慎，这种丝绸最是易燃，香头碰上去就烧坏一个洞，连里面的金线都烧断了。这种真金线一触上去，断了就缩成小小一颗，又不像丝线可以重新接起来，只能整根抽出来重新绣。怪不得你让我命人去拿这种金线，没想到小小的一捆，掂起来这么重。丝衣处取来的金线乃是上好的金线，自然分量十足。说起来，先帝几年前曾下令，天下人尽穿绣金衣，诸人自然不敢违令，所以他们就把金箔贴在丝绸上，这些就不算绣金衣，而是贴金衣，也不算违令了。近几年来，京中很是流行呢。殿下，你刚说这种丝绸最是易燃。是呀。那若是很多很多丝绸放在一起，岂不是犹如油坊一般易燃？那是自然。我听说京中绸缎铺子的库房外都砌了高墙，以大缸囤水，就怕左邻右舍走水了，那可真就付之一炬，抢都抢不回来了。殿下，你怎么了？你刚还说京都里都穿贴金衣，都在丝绸上贴金。对啊，虽然只是薄薄一层金箔，但贴上去光滑灿烂，十分好看呢。真金线一碰到火就会缩小成一颗，那么真金箔同样是这个道理。殿下，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顾小姐，我突然想起一桩要紧事，要与裴元说，先告辞了。十七郎，从西王府后院挖出来的泥土，里面怎么会有小金珠呢？去查一查，信王府里近日有没有大量采办贴金绸缎？贴金绸缎？还有，信王那些亲信们，也都给我查一查，有没有同样采办贴金绸缎？好。公子，密探来报，校尉只带了一队人马，往西长京这边来了。他要进京？看着也不像，行得很慢，倒像是在等什么。他是在等李逆吧？他一片痴心，李逆怕是要辜负了。李逆这个人，真是迂腐。事到如今也不敢对阿莹说一句“我想娶你”。信王、齐王又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肖像阿莹？公子，要不要出手教训一下他们？不必打草惊蛇。是。阿莹既然从洛阳出来，也是好事，起码脱离了崔家军的大队。否则，我们难以下手。已经派了人暗中跟着校尉，选一个好的时机，再偷偷布下迷阵，不能让崔颖轻易察觉。明白。全部都查清楚了，确实就是信王想害王妃，信王以才艺为由，
命人将大量的贴金绸缎送入了王妃的厢房，纵火助燃。而且走水的那天晚上，也是他们故意耽搁救火。其中还有一人招供说，他们在王妃还有丫鬟仆役的食物中投下了迷药，所以那天晚上所有人都没有醒来，全部被活活的烧死灭口。丽娟，丽娟，她怎能如此狠毒？她怎能如此狠毒？大嫂跟了他这么多年，也算患难夫妻。现在虽然是人证、物证、口供都有了，就差迷药的出处还没有聚到人证。这个信王确实是令人齿寒。但是十七郎，你真的打算在陛下面前告发他吗？等王妃去世后，只有大嫂关心我、呵护我。她死得如此冤屈，我一定要在陛下面前替她讨个公道。陛下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平身。谢陛下。秦王呢？陛下，秦王说有要紧军务，一早就出城了，赶不及朝会，让臣给您告假。哼，成天军务的，就好像他一个人有事儿似的。陛下，崔乙上书愿将女儿嫁给皇子，臣以为此事宜早早定夺。这总不好去问崔乙，齐王跟秦王到底要把女儿嫁给哪一个？陛下，信王新官，信王也可以迎娶崔氏。卿说的有道理啊。陛下，信王妃刚刚允了不多时日，儿臣真的没有心思续弦。信王真是有情有义之人呐。有情有义之人，又怎会行谋害结发之妻、灭绝人伦之事呢？陛下，信王先是给信王妃和伺候王妃的人下了迷药，又在王妃屋子里堆满了绸缎助燃，故意纵火，假装走水，活活烧死了信王妃和满院子的人。你血口喷人！李逆，你胡说什么呀？陛下，人证物证一应俱全，儿臣今日一早出城就是为了追查此事。运送绸缎入府的人和下迷药的信王亲信皆已被我捉拿，信王亲信数人的口供连同人证物证已经一起送往了大理寺。陛下，他血口喷人呐！儿臣没有，儿臣真的没有干过这些事情啊！父皇，请为我做主啊！那些人证都是你府中之人，不少是父皇指派，从小跟着你的人。俊儿啊！父皇，儿臣真的没有啊！你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事来？为什么？儿臣是遭人陷害啊！父皇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是王妃多么孝顺的一个孩子啊！儿臣是遭人陷害啊！父皇，你要为我做主！难道摆出那么多人来陷害你？其中还有那么多人都是你的心腹？你以为父皇傻呀？陛下，信王此行悖逆人伦，谋害结发妻子之事，请陛下严惩。请陛下严惩。父皇，
个逆子拖下去，关在兴王府里，不许出府门半步，让他日日夜夜为兴王妃念经祈福，消除他做的业债。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，儿臣没有啊，儿臣没有，要为儿臣做主，儿臣真的没有。父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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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儿臣没有啊，儿臣没有，要为儿臣做主，父皇，儿臣真的没有。夫妻百日恩，我万万没有想到，大哥竟然能对嫂子下毒手。夫妻打架，兄弟争田产，在我们乡下也没少见过。谁知道在这京城，有人竟然会为了争权夺势，杀了自己的婆娘，也太不是东西了吧！嫂子刚嫁过来时，王府里就我最不受人待见。她知道我自幼丧母，一直对我很好。如此心地善良的一个人，大哥也能下得了手。来西上京之前，还想着这京都热闹，好多见见世面。谁知见了这么多事情，还不如不来呢。哎呀，现在好怀念牢南关那个破土堆啊！那个时候，咱们兄弟们整天苦哈哈的，也没什么钱，就连吃口那个白面饼子，大家都要争来抢去的，可日子过得快活呀。是啊，那个时候真心快活。石七郎，这京都人心叵测。你说过，将来咱们要回牢南关，咱们什么时候回去啊？还有事情没了，待一一了之，咱们便回去，再也不用理会这京都中的勾心斗角了。走吧。也许过段时间，殿下就会明白，不是秦王想回到牢蓝关做17郎，就可以回到牢蓝关做17郎，而是秦王殿下不能不做东宫太子。石七郎，桃子传信来，说崔小姐等着，乐园相见。阿英，你能直接上书，嫁与我吗？石七郎，你还看不明白吗？我跟东宫之位，要么你都要，否则你一样都得不到的。你就不能相信我，不再逼我，给我一点时间吗？你又何必自欺欺人呢？那你为什么要来见我？是，一切是如你所料了，你还要怎么样呢？我不是来看你笑话的，我知道亲人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你肯定很难过，所以我只是想来看看你。是啊，但是他结发妻子，他都能那样做。那是东宫，是储君之位，所以权力会让人丧心病狂的。所以我才不要那个位子。
自幼我就知道那是个牢笼。难道你要让我们的孩子将来也生在这牢笼之中吗？是，权力会让人丧心病狂，你也会这么说。正因为如此，你还要让我们的孩子将来因为这个位子争得自相残杀吗？但你是天子的儿子，你是收复两京的秦王，你还是名动天下的镇西军统帅。你以为此时此刻你不在牢笼中吗？我不惜以自己为饵，难道你就看不清楚吗？我不想再跟你吵架了。来点糖饼啊！我要吃，哎，要2个这个，再要2个这个吧。哎，好好。二多，你说这次小姐为什么要独自去见秦王，不让我跟着呢？她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？不会吧？你们家校尉对你那么好，他不会有事情瞒你的。那是不用说的，小姐对我再是极好，那她为什么不让我跟着呢？那会不会是因为，他就是想一个人去见石七郎？就像我也就想一个人跟你待在一块儿。如果你们家校尉和石七郎都在的话，那我们说话，岂不是很不自在？或许，他也是这么想的呢。你什么时候说起话来嘴这么甜了？我没有嘴甜，我就是实话实说而已。桃子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你问吧。上一次我在乐游园问你的问题，你还没回答我呢。你到底愿不愿意？傻子，我要是不愿意的话，还能坐在这儿跟你一起吃点心吗？也是，也是。吃吧，好吃吧？
阿莹，你醒了。是你。我已经找人给你换了干净的衣服。阿莹，是我将你带到这个地方来的。你放心，这个地方山清水秀，就如同世外桃源一般。我们2个人一起生活在这里，不问世事，逍遥快活，也不会再有人过来打扰我们2个。岂不妙哉？你给我下了什么药？阿莹，你可千万不能动气，这样对你身子不好。你现在这个样子就很好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一定不会伤害你，也不会去伤害你的父亲。你这个与结说勾结的狗贼，还要伤害我父亲，我跟你不共戴天！你看你，好好说话，怎么又生气了呢？阿莹，你一会儿想吃什么？我让人做了好些你爱吃的菜。过一会儿，我们一起吃饭，好不好？你给我滚开！阿莹，从今往后，每一天，我们都一起吃饭。我会时时刻刻陪着你，好吗？你会答应我的，对吧？哎，亲王，我们家小姐不见了。那天你说她回去了以后，我就一路找寻，生怕走岔了，直到赶回洛阳，我都没有找到她。大将军很着急，派出人马到处找寻，也没有找到。我才抱着万一的希望来找你的。你说他现在能去哪儿啊？桃子，你平时怎么找到你家小姐的？我们家小姐从小就用同样的香料，我只要用特殊的引子就能找到她。可是这一次，无论如何我都没有办法。这么说，劫走她的人必然熟知这些细节，才能提前做准备，不让你发现。那这个人会是柳成风。洛阳与乐游原之间，地势广阔，有无数的长廊林木，想要将一个人藏起来，并不是难事。如果真的是柳成风劫走崔小姐的话，那就糟糕了。他8成不敢久留，应该是带着崔小姐远走高飞了。人一定不会被藏得太远。为什么？因为阿莹太过聪明了。如果掳走她之后，还要带着她走很远的路，一路上要毫无破绽，太过不容易。柳成风对阿莹执念很深，以他的心机，肯定提早在洛阳附近布置好了安身之处。可这舆图上，洛阳之外的地方是这么大，这要找到他，得花多长时间啊？北边，只有北边。柳成风既与接硕勾结，那么就一定会选一个接硕游骑可以支援的地方，那么就只有北边。北边地广人稀，林木茂密，更重要的是，再往北一些，就是接硕可以支援的草原。那如果只是这一块地方的话，范围大大缩小，找他就容易多了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即刻出发。现在没有朝中军令，我无法调兵。常儿、老包，咱们乔装先行。是。阿元，你带些人马去猎场，然后追上来与我们会合。若有人问起，就说我们出城围猎。我现在就去办。怎么样？这两边的山都搜过了，没什么异样。崇山峻岭，人烟稀少，不好找。石七郎，俺倒有个法子。什么？
原来俺们兄弟占山为王的时候，也担心官兵追查俺们的行踪，所以平时行事也是尽力遮掩。但有一件事是无论如何都遮掩不了，那就是人活着一定得吃盐，而犯盐的人是怎么都不会走到这大山深处的。柳成风要挟持崔林，那他手下人一定不少。这穷乡僻壤、附近乡县，卖的盐都是有定数，一般乡民们根本吃不起盐，他们每次换盐只会换一点，根本不会多换。我们分头查访附近的乡县，看看卖盐的地方有没有外人来买盐，而且数量还不少的，就可以追查下去。哎，行。来，先把药喝了吧。你放心，这不是毒药。不是毒药，是会让我全身无力、便于软禁我的药，对吗？阿莹，我是真的为了你好。别跟我假惺惺地说这些。你但凡顾及我半分感受，就不会跟接受人勾结，更不会想要暗害阿爹。我也是逼不得已。如果你早早的嫁给我，我自然不会和接受人有任何瓜葛，我也自然会好好孝顺阿爹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你现在跟我在一起，我便心满意足了。不论你怎么打我、骂我，我都甘之如饴。如果你不肯喝，那我喂你。老三这次立了大功啊！没想到到县城一问，根本没有外地人来买盐，但是隔着几十里的浣山县，前阵子被人买走了不少的盐，所以县上的盐都是被借到浣山县去卖了。哪儿当的二哥这么夸我啊？都是运气，运气！你看，这浣山县的盐又不见得就是柳成风买的，这怎么就说自己运气好？这不是没查的吗？万一是呢？万一不是呢？是呢？不是，我说二哥，不是，听石七郎的。我们继续分头行动，搜寻各个山头，方圆左右不过100里。我们每个人多带一些人马。老鲍，居中联络。好，出发。好，是。公子，附近乡间似有陌生人，还在外头的烧炭，还看到了马蹄印。李逆这个杀才，鼻子比狗还灵，现在反倒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正好，我就把他和他的狗腿子一网打尽，然后在阿莹面前杀了。现在怎么办？先不要惊动，你去发信号，我进去探一探。好。阿莹，你在看什么？看得如此入神。你快看看，我给你带什么过来了？我知道，上一次在常州，咱们的喜事被搅了局。我知道你也很难过，所以这一次，我就精心挑选了这么多喜服。你挑一件你喜欢的，咱们欢欢喜喜，拜堂成亲。柳成风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？我在准备和你拜堂成亲呢。
你心里明明知道，我永远都不会嫁给你的。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把你当作亲生兄长一般，在我心里，你就是我的哥哥。够了！你不要再拿这种话来搪塞我。你父亲从未把我当成亲生儿子，我也根本就不是你的哥哥，都是因为李逆。如果没有李逆的话，你早就嫁给我了，你也绝不会说出如此冷酷无情的话。有没有李逆，我都不会喜欢你的。父亲曾经不止一次地问我，想不想嫁给你。他觉得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你处处照顾我。阿爹在想，如果有一天他离开了这个人世间，留着我一个人会不会孤独？如果有你来照顾我，他或许可以放心。但是我告诉阿爹，我是不会嫁给你的，或者说那个时候，我也没有打算嫁给任何人。可是你却向皇帝上书，要从3个皇子当中选一个嫁。你骗我！你根本就不是不想嫁人，只是根本就不想嫁给我。我没有必要骗你。有一度我确实不想嫁人。世间女子如此苦，来这世上走一走，如果没有人懂我知我，我为什么非要嫁人？我自己一个人快乐自由地活着，难道不好吗？我难道不懂你，不知你吗？你从前对我很尊重，也对我很好，但是那不是懂我，也不是知我。在遇到李逆之前，我觉得自己一个人挺好的，但是遇到李逆之后，我只想跟他在一起。阿莹，我喜欢你都喜欢成那样了，你为什么说这些话来伤害我？是不是因为我跟接触人结交，所以你才特别生气，才特别恨我？我只是想要活下去。如果我死了，你会记得我吗？你不会，你会马上把我给忘了，你会把我抛出脑后，你会嫁给李逆，让我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你会永远忘了我的，你会永远忘了我的。所以我不能死，我不能死，我不能让你嫁给李逆，所以我才去找了介硕人。公子，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再叫你公子了。因为从前那个爱护我、让我尊敬的兄长，他已经死了。他死了，他死在那条河里了。你当然有权利选择继续活下去，但你为了活着去找接硕人，你不能说是为了我去找他们。说来说去，如今这一切，变成我自己一个人的错了。阿莹，你好狠的心啊！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现在反倒是我咎由自取。你的眼里，除了李逆，没有任何人。不过没关系，阿莹。不论你怎么说，这辈子你都别想再见到李逆了。我不会让他把你从我身边抢走。你一定会是我的妻子。你做梦！我是绝对不会嫁给你的。不止李逆，还有我阿爹，他们都会来救我的。你是逃不掉的。崔家军有无数重妻，你也曾经亲眼目睹过。
崔家军的重骑是如何冲锋的。我阿爹会亲自纵着马过来，打碎你的骨头。石七郎，老包那边准备好了，就等上钩了。做好准备。是。公子，有奇来报，100余里外有重骑行军的痕迹，大将军应该是带着重骑逼近了。若是大将军带着重骑到了，我们在别院的这些布置就形同虚设，而且那些重骑连马都着甲，我们的机关对他们毫无用处。最迟明日午时他们就到了。公子，你先带人翻越山岭的小路，先退回接硕之地吧。我守在这里，就假装您和校尉仍在别院之处，我拖住大将军。